老身假传圣旨，举穆桂英为帅，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呐。可他萧天佐却按兵不动，等待我军中自乱，以便他萧天佐攻克三关，挥师南下。老身深知假传圣旨是死罪，圣上如何处置老身，老身已全然置之度外。出征预辽是大宋头等之大事，眼下当务之急是请圣上准奏穆桂英为帅。老太君，局势尽管10万火急，但拜穆桂英为帅确实不妥。为何不妥？刚才2位大臣已经说明了缘由，本人不必再说。我要说的是，穆桂英没有表现出她特别的才能，圣上如何敢将天大的重任交给她？圣上和诸位知晓我杨家将武功盖世，老身也和我儿六郎久经沙场，立过战功，但也有战败之过。而我孙儿杨宗保也算是文武双全了吧，可也被那穆桂英3次活捉，可想而知，穆桂英是何等的奇人奇才，大败田壮士就是一例呀。不瞒圣上，老身还让宗保做了个手脚。手脚？什么手脚？老身让宗保在穆桂英的茶里头放了蒙汗药。蒙汗药？对呀，蒙汗药。不料被那丫头识破，还偷偷的吐了出去。次日比武，他竟按时到场，还装出了喝了蒙汗药以后刚刚醒来一般，摇摇晃晃走上了比武台。那他怎么有力量打败田壮士呢？田壮士此时看他神情恍惚，便掉以轻心了。而穆桂英前一夜就把醉拳琢磨得烂熟于心了，既可以以柔克刚，又能借力打力。原来如此啊！真想不到穆桂英这丫头修炼到如此境界呀！这丫头用兵布阵也同样是高超无比呀，神出鬼没，变化多样。她做事喜欢标新立异，不墨守成规，不按常理出牌。当对方摸清了她的路数的时候，她反过来又用常规。她之所以让人琢磨不透，就是往往把常规的事情变成了不常规，不常规又变成了常规。古今的变化在他手里可谓随心所欲，得心应手啊！老身已过花甲之年，几十年戎马生涯，锋刀双剑，出生入死，阅人无数，阅阵无数，阅兵将无数，但从未见过这样一位天分极高、几百年都难得的军事奇才，武功上品呐！可朕就不明白了，穆桂英从小生活在大山，生长在野地，她哪儿就修炼出这么宽阔的胸襟和这么高强的武艺呀？圣上分析的极准。老身以为，首先他得益于家教，教养特别。他父穆羽曾是一代名将，穆桂英从小耳濡目染。他又得益于有一位精通阴阳八卦之师，再者就是源于在大山里长大成人，所以朴素无华，为人耿直，野性十足，养成了天马行空、独往独来、无拘无束、桀骜不驯的性格。
老太君的见解真是高屋建瓴啊！说实话，老身确实偏爱穆桂英这个长满刺儿的孙媳。她一身奇学，功夫超拔。往小了说，我为杨家有这样的后人而高兴；往大了说，我为大宋江山而庆幸啊！老身以为，辽宋争斗多年，岂不知从武功到兵法，彼此了如指掌，难怪延昭连输啊！此时该打破常规，不拘一格，启用一位让辽军一无所知的奇才穆桂英，何乐而不为呀？请圣上明鉴。圣上，俗话讲，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穆桂英眼下处境尴尬，将士怀疑，对命令犹豫不决，这局面如何是好？监军，末将已派人去马都尉那里去了解了三关的情况。快说。城中人心惶惶，斗志下降。好，好啊，该接锅了。你马上到萧元帅那里去禀报。遵命。等等，别忘了把穆桂英怀孕的事告诉他。忘不了。酒后茶余，轻描淡写。不。浓炫重染，活灵活现。那您是说穆桂英的确能战胜萧天佐吗？既然老太君都不敢肯定穆桂英能够战胜萧天佐，那么为何非拜他为帅不可？是啊，这是双方交战，谁也不敢说一定能胜。不过只要圣上下令，由穆桂英为帅，便一通百通啊！老太君这么说，我等无法接受。我等觉得老太君似乎有任人唯亲之嫌。任人唯亲？世上能有这样的任人唯亲吗？啊！且不说她穆桂英是女流之辈，是我的孙媳，她更是一个身怀6甲的孕妇啊！老身为大宋舍家舍夫舍儿舍女，如今老身又要舍后，鼎力推举穆桂英为帅，怎可谓任人唯亲呐？圣上，就算穆桂英有万般本事，可是她已怀有身孕，如何担当元帅之职？就是，她怀孕前几个月又吐又泻，刚刚好转，又要分娩，这元帅之印如何敢交给她？元帅之职关系到大宋安危，交给一个孕妇，太轻率可笑了。对。穆桂英是有孕在身，为了抵御辽军，无论做出任何牺牲，她在所不惜。难道她的忠心还用老身再去言表吗？穆桂英她精力充沛，身体极好，圣上和诸位尽可放心。我们知道宋辽之战不日便见分晓，不会拖在穆桂英分娩之时。只是就不知道我那重孙儿寿命如何。
萧元帅，王监军已经把粮草集结在营帐，穆桂英近日内即将断粮。潘将军，你送的情报非常重要，回去带本帅谢谢王监军。潘冲明白。你告诉王监军，等我们拿下汴梁，让他做汴梁侯。潘冲一定转达。潘将军，你精明干练，前途无量，对杨家又有如此大恨，你对本帅还有话说吗？倘若这杨家能在我潘冲的手里断子绝孙，倘若这大宋能在我潘冲眼前灰飞烟灭，哈哈哈哈哈哈！我潘冲此生足矣。潘将军，你我相见恨晚，却肝胆相照。如果将军所言能够实现，黄河上下由你挑，长江南北由你选。谢萧元帅。元帅，留步，后会有期。元帅，宋军现在人心惶惶，我们是四面包围，灭之于三关，还是留他们一条生路，半路伏击呢？你说的战法不可取，对方人心再慌，攻城也会付出不小的代价。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城外交战。萧元帅，他们都已经人心惶惶，穆桂英还会率军出战吗？你说得好，本帅想办法让他们出来。穆元帅，萧天佐率这么少的兵马前来，是对我们的蔑视。待末将下去擒住他。穆元帅，五叔说的未尝不可。虽然萧天佐有可能是诱兵之计，但是前方视野开阔，并未发现其他辽军。我们杀出城去，他们要是撤退，我们不追便是。穆元帅，五郎和宗保说的不无道理，敌寡应该主动出击。他们兵马虽少，可个个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勇猛战士。你们好好看看，穆元帅，如何说是挑选出来的？他们个个神形彪悍，哪个队伍里的士兵能长得如此之彪悍呢？况且，他们用的武器都各不相同，所以我断定，他们必是精挑细选出来的。宗保说的不错，远处没有发现辽军。现在我军斗志不强，即便几倍于他们，也未必能将他们击溃。这萧天佐呀，想用这些勇猛的战士缠住我们，一旦双方混战在一起，远处辽军杀过来，恐怕到那个时候想退到城中，可没那么容易了。他们是，末将在，给我使劲的喊，气死他们！宋军胆小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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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们才胆小鬼的！带本将军下去，教训你们！有本事你们就放马攻城，本将军在此等候你们。胆小鬼！宋军胆小鬼！宋军胆小鬼！
哈比赤，木匠在。他如果再不出来，你还是让他回家养孩子去吧。好，木匠说，穆元帅，我们萧元帅知道你有孕在身，所以就带我们这几十号人来与你交战。如果这几十个人你也害怕的话，你就快把帅印交给男人，回家养孩子去吧。穆元帅，我们萧元帅还嘱咐说，你要多吃点好的，注意身体，要不然劳累过度，生出的孩子也不健全呐。谢谢萧元帅关心了。不过您这激将法也太幼稚了，连3岁的小孩都瞒不过，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喽！元帅，这骂人也骂了，喉咙都喊哑了，他不出来呀。哈比赤，那就让兄弟们先玩玩吧。好事！弟兄们，过来玩玩！来，痛痛快快的玩吧！元帅，我杨五郎出门先砍杀一番。元帅，我们也去。对，穆元帅，我们冲杀一下再折回来，可以杀他们的士气。你们都太小瞧他们了。哎，你们看啊，好像表面是轻松的，其实内紧，只要一交战，必被缠住。将士们已经热血沸腾，此时出击定能完胜。难道就任由他们在城下戏弄羞辱咱们？人家表演交际，我们为何不欣赏欣赏呢？彩云，穆元帅，叫木瓜和杨梅他们上来好好看看。哎，顺便带点果子上来。遵命。好。这人人都说辽军的交际好啊，我只听说过，可没见过。哎呀，今天他们在下面表演，我们得好好欣赏欣赏啊。木果，木果，你不是老说你摔跤如何厉害吗？这些男人你可摔得过？有点悬，好好学着点吧。好。再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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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壮士们，本元帅要好好犒劳你们。可是穆元帅吗？怎么了，萧元帅？您是不是觉得这李子不酸，西瓜不甜呐？穆元帅，你有胆量就带兵出城，与本帅较量一番。
没有胆量就把帅爷给扔了。萧元帅，本帅本打算率兵出阵的，可你那兵马实在是太少了。我若与你对阵，那岂不落下个以多胜少、以强欺弱的恶名啊！穆元帅，你可知道，兵在精而不在多。以我的精兵，定能和你们杀个一二。有胆量你就出来和我比拼一下。萧元帅，我知道你小子想什么呢，所以我穆桂英才不上你那个当呢。你就收起你那雕虫小技吧。我穆桂英要真上了你的当，那真该交出帅印了。萧元帅，我看你还是躲远点吧。哎，你这挡住我欣赏你们的交际了啊！你闪远点儿，躲远点儿，躲远点儿，别走啊！回来！哎，别走啊！元帅，穆桂英没有上当，就连末将也实感意外呢。元帅，末将也这样认为。末将认为穆桂英刚刚挂帅，可能没有经验，按兵不动。没想到他真的按兵不动。他的老辣出乎本帅的意料。第一次对阵，他先胜了一招。元帅，你对穆桂英这个刁蛮之人准备用什么阵？你想好了吗？用什么阵都谈不上。他不出城，我无计可施。我们攻城，他不战也得战。对，攻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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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来，这也是无奈之举。全部把他歼灭，也不是本帅的得意之作。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应该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而攻城往往会损失惨重。元帅，即使损失惨重，我们得到大宋的疆土也是值得的。对呀，元帅，就是我们现在多流点血，可子孙后代能享受更美好的东西，就是我们死伤也算不了什么呀。桂英啊，哎，穆元帅，各位将军不必多礼。爹，上座。啊，坐，爹坐。好。爹，身体可好些？哎，都怪我考虑不周，才使我军陷入如此被动局面呢。嗨，爹，您多心了。那萧天佐也是个人杰呀。萧天佐善于用兵，已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桂英啊，哎，你知道萧天佐近几日想干什么吗？攻城。对，攻城。可是你更应该知道眼下的形势。辽兵士气正盛，而我军则人心惶惶。这便如何能够抵挡住辽军的进攻啊？虽说我军也在死守，可能不能抵挡住进攻，爹这心里头没有把握啊。只要我们在城上
多准备一些木头、石块和弓箭，准能抵挡住。我看过前几日丢失城池的战报。现在辽军的进攻，除了以车撞门之外，还抛石块、用火药，尤其是他们对盾牌进行了大的改进。这种盾牌重量既轻，又能从三面防护住兵士的身体，以减少伤亡。这就不大好对付喽。我认为我们还用老的办法对付辽军，赶紧准备木石跟弓箭。穆元帅，老太君说过，辽军现在有了新的方法，再用老法，会不会太过被动？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可是这样很可能失城。请各位不必担忧，这萧天佐的新法呀，对别的将领可能管用，对我们未必呀。劳烦各位赶紧准备吧，爹告辞了。穆元帅，哎呀，你看怎么办呢？这还愣着干什么？都快去准备啊！是。走了，爹。走。穆桂英肯定会知道我们近日攻城，他一定会做些防备。元帅，我们曾攻下过2座城池，我们有经验，他们再怎么做准备，也是阻挡不了我们的。对呀，元帅，只要我们四面攻击，宋军肯定抵挡不住。只要有一组人冲上去，他们会土崩瓦解，我们将其一举歼灭。另外几座城池因为相互猜忌，所以被拿下。田伯父却是一个家族。俗话说，打火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如果我们全面进攻，不但不易攻下，还会分散精力。我们四面围城，从一面出击，把最精锐的力量集中在一个点上。城上的兵力却是分散的，这样我们就在局部占了优势。当然，除了主攻，另外3面并非虚设，要静观事态发展。他们向主攻方向调兵时，就迅速攻城。这样，穆桂英就顾不过来了。监军，汴梁密件。佘太君已到了汴梁，正对圣上和众臣游说，力荐穆桂英为帅。啊！你可知道佘太君老谋深算，诡计多端，他力荐十有8九能成。如果穆桂英真的为帅，萧元帅就不容易攻下汴梁，控制中原了。要不然，监军再写信给大臣，阻拦穆桂英挂帅。别小看了佘赛花，众大臣合起来，也不是他的对手。恩师，那你说怎么办？来，快，往边上放啊！快点，那边，快点，杨将军，哎，慢点，快，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杨将军，注意安全啊！杨将军，好，小姐，请您回帐。好，我这忙着呢。来，现在就回去，快走吧。快，小心！来这边。桂英，啊不，回来啦。穆元帅，干嘛这么巧呀？都叫生分了。啊不，元帅，你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是干嘛呀你？来，有事就说，我还得到城墙上去监督人家搬石头，还有树桩呢。叫你做你就做。
没事儿。哼，我今天呀，就是想跟你聊聊天，吃饭。来，桂英，你干嘛呀？辽军过2天可就要攻城了，所有的士兵都在备战。你作为元帅，你怎么能有这样的闲心呢？哼，他们干他们的，那是他们的本分。我是元帅呀，我就该歇着。哼，前些日子对你生疏了，我给你赔礼了啊。你是不是疯了？我疯了？哼，我看我也是疯了。我是真疯了！你不是想看看肚子里的孩子吗？来，看吧。哎，你干嘛呀你？这马上就要开战了，你不到城楼上去视察，你把我拉到这儿来跟你胡闹。你知不知道城池如果被辽军攻占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什么样的后果？那是本元帅的事儿，你们不用担心的。怎么不担心了？这关系到大宋和百姓的命运。宗宝，你这可有点草木皆兵了。我没草木皆兵，我告诉你，你就是个小女人。你说我什么？你大胆！你敢跟元帅这么说话呀？穆桂英，这要不是在战场上，你看我不扇你！你敢！还扇我？长这么大都没人敢扇过我。不吃饭了，我自己吃。圣上，现在三关10万火急，任穆桂英为帅，你该考虑了。穆桂英没有经过任何大战，封他为帅，岂不是草率吗？若不任他为帅，众兵将就不会俯首听令，不利于抵御辽军呐。可是穆桂英要是打了败仗，哼，朕的威望可就受到影响了。如果再拖下去，更不利于我们。一旦三关被破，后果不堪设想啊！娘，皇上和大臣反对桂英挂帅，我觉得还有一个方法可行，就是推荐宗保挂帅。宗保有咱们天波府的人辅佐，其实力朝廷无人能及。我相信让宗保挂帅，皇上可能会同意，那大臣也不会反对。可是他的才能不及桂英啊，他的路数和他爹是如出一辙，拜他为帅不甚合理。娘，宗保有桂英辅佐，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娘，宗保挂帅既可以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退辽啊。你呀，太过聪明了。老身知道，你希望让宗保光宗耀祖。不错，可能圣上同意，大臣们也可能赞同。可在前线未必能取得战果呀。没那么严重吧？有您还有严昭威慑着他，我相信宗保会对桂英言听计从的。可是将帅们，他们怎么想？他们不服气宗保，又如何能拼命厮杀？啊，皇兄，请。好。您的腿不方便，别起来了。本王怎么劝说，圣上也不做决断，本王实在是无能为力了。这个结果，老身早料到了。看来大宋真可能倾覆啊！不是可能，是一定。如果不拜穆桂英为帅，
用不了10日，必将成为事实。八王爷，你是圣上的堂兄啊，你都劝不了，咱们就等着辽军进城吧。啊，老身说这话，八王爷不认为是耸人听闻吧？哎，圣上，啊，八贤王来又是来劝朕的吧？封穆桂英的确是不妥呀，她一个女人又身怀6甲，朕于心不忍呐。前方战事万分紧急，圣上还优柔寡断，难道不怕辽军攻克汴梁，占领中原吗？前方战事是很紧急，但不至于像你说的这么谈虎色变吧？别忘了，我还有10万大军在3关之上呢。其他城池，不是在几天内全部攻破，数万大军被歼吗？你肯定是受了佘太君的蛊惑来跟朕谈这些话的。臣不是未成年的孩子，那么容易受人操纵。佘太君从前方归来，前方战事比您预料的要严峻得多。他向臣说明了情况，臣才来再次劝您。不可能，朕就不信我大宋的军队就这么轻而易举的溃不成军。臣也万万没有想到，太祖太宗建立的伟业将毁在圣上的手上。难道臣说错了吗？您继皇位后，问臣该如何处理与武将的关系，臣说既要控制好兵权，又要适当给武将一定的权利。而您对兵权控制的严而又严，武将的权力也削了又削。难道你不以为朕是为了防止历史上那些兵变的悲剧在今天再重演一次吗？可您做得太过了。当然，不光您，还有太祖和太宗。太祖圣上夺得了天下，来个杯酒释兵权；太宗圣上又沿袭了太祖圣上的做法。您继位后，更是有过之而不及。重文抑武，国人尚武之风渐弱，有本事的武将越来越少，可担当大任的帅才更是凤毛麟角。所以，才造成今天武力衰败、无人挂帅的局面。圣上，皇伯，还生气呢？父皇也是一时拿不准主意，皇伯还得多劝。皇伯可不能一气之下不管不顾了。毫无疑问，穆桂英挂帅有利于退敌，可是，皇伯，疏影知道，可是父皇压力颇大，一时也下不了决心。不说这事儿了，皇伯，我哥在前线可好？菲儿的表现大出皇伯的意料。